小柔啊，先吃这个，好吃好吃，爹爹吃，娘亲吃，哥哥吃，都吃，好好吃哦。这有什么好吃？吃吧，不要吃太多了。这个戏是扭曲真相，你们不许唱！大胆！是谁在捣乱？一个小屁孩，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给老子滚出去！看儿子怎么做。你们就是在故意扭曲历史真相。冥王根本就不是你们口中的小人，他创建的地府轮回，让世界无数里死去的灵魂能够进入六道轮回，进入下一世。他拥有无上的功德，岂是容你们这种小人能够抹黑扭曲的？看见没有，小柔儿，你的哥哥很有勇气，也很自信，他不畏惧，为正义而发声。你哥哥真的很棒哦。哪来的小屁孩啊，竟敢胡言乱语！冥王就是可耻的人，你这个小东西还敢为冥王辩解？看来你也是同冥王一样的阴险小人。区区散仙初期就敢行凶伤人，小屁孩竟然有仙气，是偷来的仙气！我们联手伸张正义，去把仙气抢回来！别动手，别动手，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嘛！不动手可以。掌柜的，你让这个小屁孩跪下给我们道歉，再把仙气交出来，我们可以考虑不教训他。你们不想在我的茶楼里唱戏了不成？连我的话都不听，信不信我把你们换掉？掌柜的，今天的事你别管，你不是看着我妹妹了吗？我让她陪你一把。你说真的？老子骗你做什么？小子，我奉劝你一句，你现在跪下道歉，把仙气扔过来还来得及，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否则，你们一家人都会被你连累。那个女孩是你的妹妹吧？你也不想她死在这里吧？所以，识相点吧。没想到你也是与这等小人同流合污之人。从今天开始，你的茶楼不用开了。真是不识好歹！你们注意点，不要损坏了我这里的东西，否则我要你们赔偿。掌柜的放心。你们真是嚣张！哥哥好厉害！尊上饶命！尊上饶命啊！儿子，动手吧。尊上饶命！我们以后再也不敢嚣张了，再也不唱抹黑冥王的戏了。看来你也知道你是在抹黑冥王，为老不尊。这是罗侯弟子为了巴结千星仙帝编排出来的戏，与我们无关呐。我们唱这出戏，是因为这出戏可以在几大城池免费学，不仅不要钱，还奖赏了我们1万玄灵石，所以我们只会唱这一出啊。小尊上，尊上放了我们，我们保证以后不会唱戏了。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看在我们可怜的份上，尊上就饶了我们吧。你们该杀！哥哥好厉害！哥哥棒！哥哥身上有血腥味。小柔儿玩玩，没有。哥哥棒！哥哥真的好厉害哦，都死了，坏人都死了。小柔儿以后也要杀坏人，坏人不能欺负哥哥。妹妹真好。哥哥疼不疼？不疼，已经好了。西西，你刚才有几招露出了同一个破绽。娘亲，你爹爹是教你哥哥。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娘亲以你为荣。我以后会表现得更好的，娘亲。
娘亲相信你，等我们回了冥界，娘亲会让你独当一面。你愿意融入到鬼修之中吗？我愿意，娘亲，我也想帮到你。你可以的，我们会在冥界站稳脚跟，主宰冥界，复兴冥界。冥王是你心目中的盖世强者，我们将会将冥界恢复到冥王在世时期最鼎盛时期的强大，以后冥界就是我们的势力了。娘亲，你放心。爹爹，那娘亲的蟠桃是什么等级？蟠桃是圣果，能逆天改命，在仙果之上，是仙界最珍贵的果实。漂亮阿姨，你长得好漂漂呀！你是囡囡见过最漂漂的姨姨。囡囡，你也很可爱呀！你们女儿嘴真甜，不像我们家这个三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你多跟妹妹学学，嘴巴要甜一点才惹人喜欢。谢谢小哥哥。小哥哥送你一个礼物，你应该要回一个礼，这样才更礼貌。你没有礼物，这次娘亲帮你回，但是你收别人礼物的时候就要提前思考给别人送什么回礼，知道吗？知道了，娘亲。小哥哥送你的。我不能要，给你的果子是我自己摘的，送你就是送你了，不用回礼。收下吧，相逢是缘，说不定以后你们长大了还能再遇上，就当是结缘了。我叫严思颖，下次如果还能见面的话，我还会送你一个礼物。好呀。要这个。买。这个也要。这个味道不好吃，是苦的。香啊。我们一家人正在四处游历，今天便要离开芙蓉谷了，希望下次有缘还能再见，说不定还有机会再见的。囡囡妹妹，再见。小哥哥再见。妹妹，你以后不能和别的小男孩走得这么近。为什么呀？因为也许很多男孩子都是坏人，但是你还小，你分辨不出，容易被骗。小哥哥不是坏人，他爹爹娘亲也不是坏人。为什么小柔儿会这样认为啊？小柔儿看得出来。女儿拥有木属性中最顶级的万物回春之神通，也许与心地善良的人天生亲近。皇叔，你认识他们吗？灵界四大势力中就有严姓，严家祖上曾出过一名先帝，数十万年前也曾风光无二，后来先帝陨落，严家逐渐落魄。不过却因底蕴深厚，也是灵界四大势力之一，是四大势力中最末流的一家。不过方才的两夫妻修为并不高深，应该不是严家的嫡系血脉。思颖，爹爹交代你一件事儿，你要答应爹爹好不好？你答应爹爹，要帮爹爹照顾好你娘亲好吗？不好，爹爹，你自己照顾娘亲，我这么小，我照顾不好娘亲，你才可以，你不能丢下我跟娘亲。对不起，云儿，思颖。
可哥，你不要丢下我和儿子，求你了，求你了！我这里还有一颗仙丹，你快点吃下去啊，可哥！妍儿，以后你跟思颖相依为命啊！如果能遇到一个好男人。不，你不许说！我这辈子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可哥，你不要离开我们！可哥，你坚持住，我回去求家主，求到找赫连家族要一颗蟠桃，你就能活下来了。没用的，我把功法交出去。五哥，功法已经被毁了。妍儿，你要记住，已经没有功法了。只要让思颖继续修炼这个功法，你们就不能回严家。一定要找到救爹爹的办法。蟠桃，可哥，是蟠桃，可哥，你有救了！可哥，多亏了楠楠他娘的这颗蟠桃，我们一定要回去谢谢他们一家人。我这条命是他们救的，无论如何，我们也要亲自当面感谢。那颗2品仙丹就送给他们吧。不过他们也许看不上小小的2品仙丹，毕竟他们连蟠桃都有。是啊，只有赫连家族和天宫2个地方有蟠桃树，他们可能是赫连家族的人吧。他们也可能是天宫的人。据说天宫的蟠桃树已经老化枯萎，3000年开花，3000年结果，总共也留不下几颗蟠桃，又怎么会如此的大方送我们一颗呢？我觉得他们是赫连家族的人。虽然赫连家族大部分的人都比较倨好，但也不排除有心善大方的好人。我们先回去芙蓉谷找他们，如果找不到，等我们出了妖界，再亲自去赫连家族道谢。好，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快走。小柔儿，爹爹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等爹爹办完了事儿就会来看我们的。你要懂事，不要缠着爹爹不让他走，好吗？可是见不到爹爹，会想爹爹。别哭，小柔儿别哭。妹妹别哭，爹爹很快就会回来的。哥哥和娘亲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你如果一直哭，爹爹会不放心的。你忍心让爹爹不放心吗？不忍心，小柔儿想爹爹开心。那就对了，咱们开开心心的送爹爹走，爹爹才会开心呢。下回我们又能开开心心的见到爹爹了。爹爹要开心。我一定会尽快来看你们的。你们3个的安稳和快乐才是我奋斗的目标。终有一天，不会有任何人能分开我们。会有人能分开我们？是皇叔的家人吗？皇叔，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孩子和自己。你也要注意自身安危，我和孩子在冥界等你。你早些出发吧，别耽误了大事儿。我爱你，双儿。我也是。双儿，我先看着你们去冥界，我再离开。好。爹爹再见。爹爹，小柔儿会想你的。爹爹也会想你们的。双儿，我会很想你们3人。以后虽然见不到爹爹，但是我们可以和爹爹说话呀。你们要开心的长大，爹爹才会开心。妹妹，你听到了吗？爹爹的声音。你不要伤心了哦，我们以后也可以跟爹爹说话了。走吧，我们去城主府，你们和小将儿玩一会儿去。
玄熙哥哥，上回干娘来都没有看见你，干娘说你在修炼。降儿，这是干娘的女儿，叫小柔儿，她也算是你的干妹妹哦。柔儿妹妹，你好可爱哟！你可以叫我降儿姐姐哦。降儿姐姐，哦，开心！娘亲，娘亲，干娘，娘亲，小柔儿好想你，你有没有想我？想，非常想，走在路上都在想。我的小柔儿乖不乖？有没有哭？是不是哭成了大花脸呀？我才没有哭呢。你问降儿姐姐和哥哥，小柔儿有没有哭？没有，小柔儿妹妹很乖。上回说到，西王母乃西华之妙之气所化生，为先天阴气凝聚而成，是所有女仙之首，掌管昆仑仙岛。昆仑仙岛有一天池，名为瑶池，瑶池中有一块钟乳石，被称作凌云钟乳石，其吸收天地精华，100年方得凝聚一滴圣水，圣水经过100年过滤，纯洁无瑕。瑶池之水先有圣水圣化，洁净为天上的云，广布天地之间，成为天和地的界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玄熙哥哥，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下回我还能听到后面的故事吗？可以，不过你不能把这个故事说给其他人听。小柔儿妹妹，你以后想我了就过来找我玩吧，不能忘了我哦。小柔儿不会忘了降儿姐姐的。老道我不是吹啊，想当初老道我以一人之力戏耍的那些圣子道子团团转，毫不费力，到现在他们还恨得我牙痒痒呢。这不正说明老道我的厉害之处吗？无量天尊，老道也想低调，可是实力他不允许呀。师傅，你整天挖人祖坟，那些圣子道子不恨你恨得牙痒痒才怪呢。无双，你出关了呀？无双姐，咦，哪里来的2个小娃娃？这是我儿子和女儿。什么？这是我儿子，他叫玄熙。这是我女儿，你们可以叫她小柔儿。我是小柔儿。不对，他们是灵修啊。我夫君是灵修，我的儿女是灵修，也不奇怪吧？而且我儿子遗传了我与夫君的优点，既能修炼灵修的功法，也能修炼鬼修的功法。你们要说他是鬼修也是可以的。哎呦，小公子真是天赋异禀啊！他们是我的暗卫，是我极信任的人，以后你们有什么急事也可以和他们说。贤王镜，失误。师傅，我求您了，下次换个方向行不行？老道我也是激动了，一时太激动了，下回啊绝对不见到你身上。老道，我儿子有洁癖，你干脆把你的道袍洗一遍吧，不然我觉得你很难受到2个小家伙的喜爱。我这是比较特殊，洗不得的，上面的油垢啊是道法，
可以掩盖契机，你们不懂，反正老道我是不会洗的。整合了之后，咱们外36城团结壮大了不少，魔修妖修都不敢再肆意欺负鬼修了。但是楚江王半月前就已经停止了修炼那部神级功法，据说他听了无双你霸占了36座鬼修城的事迹后很震怒，说出过要与泰山王一同斩杀尽冥界所有鬼修的话。半个月过去，那部神级功法造成的影响应该压制了许多，也许很快楚江王就会对冥界鬼修出手，斩尽杀绝。这冥界毕竟是由冥王创造，像楚江王这样的外来者无处可去，只能在冥界苟且偷生。他们肯定是怕我鬼修强大了把他们赶出去。是啊，更何况楚江王此人睚眦必报，心眼极小。无双啊，就算你多了2个仙王境的暗卫，也要小心行事啊。楚江王修炼的毕竟是神级功法，修为据说已经上涨到了仙王境中后期，十分强大。具体如何还需要打听清楚，你先交代下去，让鬼修都注意一些，不要与魔修妖修产生冲突，以免出事。楚江王一清醒，相信魔修全都如同打了鸡血一样，会挑战鬼修，气焰嚣张。龙一，你想办法打探这个消息的虚实。龙二，你帮我把东西交给变成王的手里。是，主母放心。老大，我问你个问题，200多年前仙界有多少位仙尊？仙尊？怎么突然问这个？仙尊并不多，秦广王就是仙尊境，不过好像因为重伤跌落到了仙王境。秦广王以前是冥界的弟子，是冥王最看重的后辈，只是后来冥界出事了，秦广王重伤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他身上的气运消失，便被剥夺弟子的称号。原来秦广王还是弟子。秦广王不仅是冥王最得意的后辈，似乎曾经还有意把冥王公主嫁给他，不过后来冥界公主爱上了其他人，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秦广王也一直未娶。还有谁是仙尊境强者？有不少老不死的都是仙尊境界，比如神域雪山的天佛尊，他就是仙尊境巅峰，堪比仙帝。还有东方战域大夏皇族中的几个老祖宗，也是仙尊境，活了10几万年了。那年轻一代呢？年轻一代的仙尊那可就少了。神域雪山天佛尊的首席弟子也是仙尊境，不过是10几年前刚晋升的仙尊，他就是前不久叛出佛门信奉邪佛的圆空佛子。还有上回我说的好莲家族，其家主之子名为好莲妃，也是弟子之一，200年前便已经是仙尊境界了，不仅身份显赫，其人也是英俊潇洒。当然了，和老道我比起来还是差了点儿。鹤莲家族200年前就已经是仙尊境界，会不会皇叔就是鹤莲家族的人？无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莫非你与好莲妃有什么关系？鹤莲家族不是性格小气，将召唤师能力当成自家独有，不允许别人有这个能力吗？是有这回事吧？是的，好莲家族的家主就叫万寿老祖，是曾经从小3000世界飞升上来的，活了几10万年，霸占了龙脉和一株蟠桃圣树，如今其实力在仙界都是前5。但万寿老祖极为古怪，他认为召唤师这个能力是天道赐予他一人的能力，只能他的子孙后代能拥有此能力，其余的外人皆不能成为召唤师。无双，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不暴露出这个能力，好莲家族是不会发现的。我们这里又是冥界，他们更不可能知道了。老道，近几千年还出现过哪些妖孽的人物？妖孽的人物不少，仙界最不缺的就是精彩艳艳的人物了，不过陨落的也多。就像咱们冥界的公主，从前也是精彩艳艳，强大至极，后来还不是陨落了？不说冥界公主，男的妖孽有哪些？东方神域大夏皇朝的皇太子夏文也是仙尊境，战域都是满祖。
据说夏文太子是蛮神转世，与灵界的灵天弟子同为仙界最有可能成为仙帝的大气运强者。皇叔肯定不是蛮族，那么这个大夏太子可以 pass 掉。灵天弟子是什么人？灵天弟子就是九游仙帝的儿子，是天宫的殿下，强大无匹。当年除了大夏太子，无人敢与其争锋。不过可惜的是，他已经消失了很久了。消失很久了？怎么会消失？还不是为情之一字。这位灵天弟子啊，与咱们的冥界公主便是一对儿。是他与冥界公主有过一段旷世奇缘的男人，就是这位灵天弟子吗？灵天弟子气运滔天，天生神通。当年连老先皇血牙老祖都说过呀，灵天弟子是最有可能成为先帝之人。只可惜呀，他为情所困，踏遍仙界，走遍了下界各处，寻找冥界公主的下落。但冥界公主早已经被三大仙帝打得魂飞魄散了，哪里还有转世啊？找了几十年之后，连灵天弟子也没了下落。有人说他陨落了，也有人说他为情所困疯了。老道我实在不懂，为何情这个东西能让人变得意气风发，也能让人变得生不如死，变得如行尸走肉啊？也许这就是无量天尊不让老道处处留情的原因吧，否则不知多少女人为老道疯狂。老道，灵天弟子失踪了多少年？大概有220-230年的样子吧。那灵天弟子叫什么名字呢？叫什么名字，人们都只知道他灵天弟子的名号。不过他姓龙，叫龙什么来着？龙墨山，是吗？哦对，就是龙墨山。哦对，就是龙墨山。没想到无双你知道啊。娘亲，皇叔是灵天弟子，那自己呢？自己是刚才老道口中早早就陨落的冥界公主吗？冥界、灵界、冥王、地府，冥王之女无双公主，九头鸟。当我死后，全身皮肉精血和灵魂化成一颗九头鸟蛋，就是一只全新的九头鸟了。到时候公主就有九头鸟座驾了。雾爽，你怎么流泪了？我没事。没事就好。老道我还以为你想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雾爽，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老道就先走了。今日多谢老道你了，不过我所问之事你别跟任何人说。放心，老道我守口如瓶。娘亲，你还好吧？我脑子有点乱，不过还好。我得告诉你，你娘亲我前世真的是冥界公主，你爹爹应该就是灵天弟子，没有错了。娘亲的爹爹是冥王？娘亲还没有前世的记忆，我只觉得冥王很强大，很值得敬佩，却没有那种瞩目之情。那娘亲如何才能拥有前世的记忆，像爹爹那样？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会很难。我与你爹爹不同，他是封锁了记忆之后转世投胎，而我是被人打得魂飞魄散，本该消失于天地间，不知怎么投胎成了人。我跟你讲过的，我前世在地球上是一名特工，与叛徒搏斗时同归于尽，然后变成了这具身体的主人，灵魂辗转，怎么可能会记得前世的记忆呢？应该是有办法的，不过娘亲不用急，你已经知道爹爹和你的身份，就不用再猜来猜去了，对不对？西西说的对，我已经知道我是谁，知道你爹爹是谁，所以便知道你爹爹为何要对我隐瞒的原因了。是因为娘亲的仇人？是啊，冥界公主的仇人，可是仙界最强大的仙帝呢，而且还是3位仙帝，搞不好就是灭顶之灾啊！难怪他说不想他背负血海深仇，只想他和孩子平安快乐。原来简单的平安2个字，在他心里竟然如此沉重。可是傻皇叔，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么多？不过娘亲，我很好奇你和爹爹前世究竟有什么样的缘分？为什么老道爷爷会说是旷世情缘？我也不知道。
你说灵天弟子和冥界公主的故事啊，我听过的版本比较多，不知道你要听哪个？还有很多版本？是啊，这种旷世绝恋很受少男少女的追捧，少女们谁不怀春，人人都想嫁给灵天弟子这样深情而又强大的男人。于是这个故事被人口口相传，变成了好几个版本。少女都喜欢灵天弟子，他不仅强大俊美，还深情专一。少年们就比较喜欢冥界公主了，毕竟冥界公主当年可是仙界的第一美人，当初大夏太子只看了一眼就被迷得神魂颠倒。只可惜看到她长相的人不多，因为她平时都会带着冥王亲自给她打造的面纱戴着，也没有无双公主的画像流传下来。说起那面纱呀，从来没有人打造过那种能隔绝人神识窥探的面纱。后来因为无双公主戴了，当时便掀起了一阵面纱风，无数女子都学着无双公主戴那种面纱呢。灵界第一天才弟子与仙界第一美人冥界公主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多少男女扼腕流泪啊，也令仙界震惊。因为冥王的名声并不好，九幽仙帝与冥王又是死对头，两个死对头的儿子和女儿竟然在一起，可想而知他们会听到多少反对的声音呢？三大仙帝就第一个反对，他们要让冥王死，自然不想冥王与九幽仙帝联姻了。所以当初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压力很大，是吗？岂止是大呀，几乎没有人看好他们。不过再大的压力也没有让他们分开，所以啊，他们的爱情故事才会流传出好几个版本。先说这第一个版本啊，说的是他们是因为一场误会相识。灵天弟子出生时，仙界玄灵之气达到了最浓郁的状态，这是天地异象，证明其乃是携大气运而生之人，而他又是集七大圣体于一身的太古仙皇体质，乃是这一代中啊最有可能成为先帝的弟子。万年前的一位仙皇还预言过，他是最有可能悟得长生之道，成为仙皇的人。他修炼资质逆天，修的是无情道。传言灵天弟子性格冷漠，铁血无情，看女人的眼神呢，跟看石头没有区别。他与冥界公主是因为一场误会而认识。灵天弟子在妖界历练时，与他一同长大的朋友被杀，一切矛头都指向了冥界公主。正好冥界公主也在妖界，灵天弟子为了给朋友报仇，便去找冥界公主，但途中却遇到了一个受伤的女子，正在野外温泉中泡药浴。她布置的结界对灵天弟子来说呀，如入无人之境，于是他便撞见了香艳一幕。于是从未见过这种景象的灵天弟子脸红心跳了，心里啊如小鹿乱撞。老道，你怎么就知道人家心里如小鹿乱撞呢？灵天弟子是个负责任的男人，看光了人家，自然要对人家女子负责呀。于是啊，直接对该女子说出求娶的话。可惜此女子并非普通女子，她便是冥界公主。她觉得被冒犯了，娇喝一声：“登徒子，拿命来！”与灵天弟子大战300回合，从白天战到晚上。还娇喝一声，真是醉醉的。灵天弟子修为高出冥界公主，但是他把她当成了未来的媳妇儿，自然不会下重手，一直让着公主。见公主还没消气，他便让她刺了一剑。公主没想到啊，这个俊美的男人竟然会生生挨了这近乎致命的一剑，心中闪过不忍，过来亲自给她疗伤。然后这公主原本的伤势加重，又变成灵天弟子照顾公主。公主心里感激，觉得这个男人啊并非登徒子。相处半月之后，两人便生死相许了。要不要这么多的心理状态啊？这第二个版本呢，就大不相同了，讲的是灵天弟子查到他朋友的死与冥界公主有关，正好遇上了秦广王。
也与秦广王战斗了一场。这惊天动地的一战以秦广王输而收场。冥界公主那时候认为秦广王是除了她父亲之外最强大的敌人，没想到会有人战胜秦广王，便产生了好奇，乔装打扮一番去找凌天弟子。这个故事倒是值得推敲。结果冥界公主在见到凌天弟子之后，只觉得惊为天人啊，想要嫁给他。这都推敲个屁呀！果然民间故事不可信。但凌天弟子修的是无情道，对公主的火热追求视若无睹。最后公主便想了一个歪主意。公主想着呀，这样惊为天人又强大的男人，她必须要睡一晚上，才不枉爱慕一场。于是做了周详的计划，成功睡到了梦中情人，便一跑了之。凌天弟子觉得这个女人成功的引起了他的怒火呀，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找他算账。两人是你追我跑中产生了情谊，私定终生。这狗血的剧情赶得上那些年他看过的狗血小说了。编出这些故事的人完全可以去写霸道弟子爱上我或者冷血弟子别过来这种书，保证在仙界畅销热卖。第三个版本更加离谱，讲在妖界大比上，冥界公主中了暗算，乃是一种慢性媚药。四处躲避无耻之徒的时候，遇上了凌天弟子。凌天弟子以身解毒，谁知冥界公主翻脸无情，将凌天弟子决然抛下。两人由此开展出一段旷世绝恋。都是什么鬼？果然不能小看八卦人们的脑洞。不过故事的最后都相差不大。冥王死后，冥界公主难以独善其身，要为其父报仇，却被三大仙帝打得灰飞烟灭。凌天弟子历经艰苦，疯狂赶来的时候，只看到了冥界公主魂飞魄散的一幕。他冲冠一怒，形若癫狂，自然精血也要与三大仙帝拼命。三大仙帝对他出手，危机关头九幽仙帝赶来，救下凌天弟子性命。然凌天弟子从此却像死了一回一样，失魂落魄，双目无神，疯了一样找遍整个仙界，只为寻找公主的一丝魂魄。曾经的意气风发、天资可怕的凌天弟子，不再修炼，也不再管事。后来，这样一个惊艳绝俗的弟子，彻底消失了。天地间痴情男儿不少，但像凌天弟子这般感人至深的男人太难见了。老道不知道这故事中有多少真多少假，两人究竟如何相知相爱，也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总归是一段惊天动地的感情吧。好了，老道知道的都说完了。无双，你若是想知道更详尽的，不如问问灵界大势力的灵修，知道的肯定要比老道多些。不必了，我也只是好奇问问罢了。老道，你忙去吧。行，老道去也。娘亲，不如直接问爹爹吧。暂时还不行，你爹爹去了妖都，以七妖弟子的身份去觐见千星仙帝，我们不能让他有半点分心。也对，爹爹的处境很危险，如果让千星仙帝知道他看中的弟子被杀，还被爹爹顶替身份，一定会震怒的，说不定会杀了爹爹。西西，你也不用太担心，你爹爹从不做没把握的事儿，他既然假冒七妖弟子，定有他的计划。咱们要做的就是不让你爹爹分心。儿子知道。呀，哥哥，妹妹，你这么小就知道爱美了吗？哥哥，你小声，不要让娘亲听见哦。为什么不让我听见啊？娘亲，你这个动作太飘飘，小柔儿想看看。小柔儿看看，好不好看？好看，喜欢娘亲。那柔儿记住，你喜欢就要告诉娘亲。你可以玩娘亲的东西，但是啊，不能玩别人的东西哦。小柔儿记住了。你带妹妹出去玩吧，不过不要离开外城的范围，知道吗？好，娘亲。
我明白。打听清楚了吗？回主母，属下已经打探清楚，楚江王的确与泰山王准备联手将冥界的鬼修斩尽杀绝。消息可真切。属下前进了四方城城主于洪的府中，亲耳所听见的。与于洪谈话的人是楚江王的大义子楚阳天，他们两人将作为先锋，与其麾下妖魔魔修于3日后前来剿灭鬼修。真当鬼修们好欺负，说绞杀就绞杀，说斩尽杀绝就斩尽杀绝，可恶！主母，这个楚江王与泰山王的确欺人太甚，不然属下选起斩杀了于洪和楚阳天，让他们的计划难以实施。不用，于洪和楚天阳只是泰山王和楚江王的狗，杀了他们只会让楚江王、泰山王打草惊蛇，加快动作。他们纵然不可怕，但是他们若是再联合其他店主，那就是麻烦事儿了。如今之计就是让楚江王和泰山王轻敌，到时候再一举消灭两人。可是，莫非就任由于洪和楚阳天杀过来？等他们杀来，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让楚江王和泰山王觉得我们只是侥幸抓了于洪和楚天阳，你和龙儿无需暴露实力，届时再斩掉两人的狗头。主母放心，此事属下会替主母做好安排，保证万无一失。好，你去准备吧，有什么事找老道就行。哥哥，那个就是魔修吗？是啊，那就是哥哥跟你说过的魔修。他们的魔鹰是小白泽最喜欢吃的食物。小白肯定饿了，哥哥，我们给小白带食物回去吧。站住！臭小子，赶紧滚回去吃奶去！九头鸟，住手！这里虽然是曼陀城，但你们也不能随便杀人。九头鸟这么凶恶，见人就杀，以后谁敢来你们曼陀城？九头鸟只会杀大恶之人，一定是2个魔修做了坏事，九头鸟才会动手。放屁！老子看这只九头鸟就是想吃人，他一个畜生，知道个屁的大恶之人！你满嘴屁话，连畜生都不如。你突然这么激动，看来你与这2个魔修是一伙的。那么今天你也别离开曼陀城了。你个臭小子，怎么跟你爷爷说话的？看来你这魔修是恼羞成怒了。很好，你们3人今天就把命留在曼陀城吧。我们曼陀城不欢迎你们这种作恶多端的人。这里有你个小屁孩说话的份儿吗？还不滚！大胆，怎么跟我们小公子说话的？看来你是不想活了啊！小公子，胆敢对公子小姐不敬，杀了他！杀了他们！大人的孩子岂是他们能羞辱的？我们曼陀城从不杀无辜之人，但你们3个魔修显然是做了坏事心虚。你们如实招来，我能给你们留个全尸。你们若是嘴硬，那就只能成为九头鸟的口中食了。我不认识他们，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妹妹，你靠后些，哥哥要杀人了。哥哥去吧。就你也想杀我？我一个人就能解决你这样的杂碎。既然如此，你不让其他人动手，老子就跟你打。新鲜，狡诈，脸都不要了。好啊，我不会让别人出手的。小公子，不可！这个魔修是散仙境的修为，小公子，您不是他的对手啊。无妨。小公子竟然是散仙境界！小公子的骨龄才7岁多吧？这么年轻的散仙，简直闻所未闻。我们的小公子是天才呀！无双大人的儿子也这么强大，是我们鬼修城的骄傲啊！哥哥好棒！这2个魔修偷偷摸摸、图谋不轨，杀了吧！这是我弟弟弟妹的法宝，抓住这几个魔修，严刑逼问。
让护卫队加强巡视，提醒鬼修们都提高警惕，不要再发生这种被害的事儿了。以后魔修进曼陀城，一律加收双倍悬疑师。是。娘亲，你是不是知道他们魔修的目的？3日之后，四方城的城隍官于洪和楚江王大义子楚阳天会联合在一起，屠杀鬼修城所有鬼修，而鬼修最强的力量就在曼陀城。西西，你觉得他们这个时候杀人抢劫有何目的？娘亲，儿子明白了，他们也太阴险狡诈了，儿子以后会多加注意的。对，西西很聪明，儿子这一出去，不仅建立了威望，还立了一个小功，在鬼修们心中的地位上一层楼。娘亲，哥哥还抓了一只食物，我要去干小白吃饭饭。好，哥哥很棒，妹妹小柔儿今天也很棒。来，娘亲奖励小柔儿。西西今天表现很优秀，娘亲也要奖励西西。我都7岁了。你们2个去空间里玩一会儿，待会儿就要出来睡觉喽。小主人，你们终于回来了。小主人，小白，哥哥怎么只有一个了？爹爹要把小金龙还给敖爷爷，所以带走了4只小金龙，还有1只小金龙留着陪着妹妹长大，所以他们分开了。我一定会对小金龙好的，小金龙乖哦，不要伤心。小柔儿给你吃石头。主母，你辛苦了，无需行礼。可有受伤？多谢主母关心，属下并未受伤。属下已经将仙丹送到了变成王弟子的手中。变成王情况如何？变成王还在闭关，不过有了仙丹，想必变成王的伤势会加快恢复。那就好，既然如此，我便可以放心闭关了。主子安心修炼，外城的事情属下与龙儿会安排妥当。你们做事，我自然放心。娘亲，妹妹呢？妹妹睡着了，在小白泽的背上呢。西西，娘亲要闭关修炼2万日，你呢？要一起修炼吗？不了，娘亲，我想多感受天地间的法则。您说过欲速则不达，儿子现在不着急了。很好，西西，你悟性很高，有些事情急不来，有的突破就在瞬息之间。你离感悟天地法则不远了。这2日我会将空间打开着，你可以带着妹妹随意进出空间。不过魔修狡诈，在外需得注意，知道吗？儿子知道。狗日的，我们竟然中了这般埋伏！楚兄，不用着急，你义父与我岳父必定会很快过来，到时必定拿下莫无双的头颅。对，还不能让他死得这么便宜，一定要狠狠地折磨他，让他痛不欲生，永世难以超生。他身怀巨宝，这个坤阵威力如此巨大，必定是神级法阵，我们一定要将这阵法拿到手。听说他还有一张神功，不知是真是假。我们中间一定出了叛徒。没错，一定是有叛徒把我们的计划给透露了出来。活着知道计划的就只有我们2个。雨虹，你的意思是说我联合穆无双坑自己人？我不是这个意思，定是穆无双手眼通天，有其他本事，是我们小看她了。这女人太可怕了，她一日不死，冥界难以安宁。对，必定要让她挫骨扬灰。胆大包天，一群孽畜！师父，孽畜，可恶的孽畜！2个废物！义父，是杨天办事不力，遭了那女鬼修的暗算。那女鬼修恶毒至极，竟然以此可怕的阵法吸收魔修妖修的生命力，简直要遭天谴。他好像是叫穆无双是吧？3番4次挑衅本店主，杀血姬2个兄长，杀楚河，真当本店主不存在？当初在城隍大比，本店主就该一只手捏死他。
此女心机歹毒，楚江王，你往人还得谨慎为妙。那个黄毛小丫头也就会使些小聪明，任何阴谋诡计在绝对实力面前都是不堪一击。泰山王，你的胆子怎么越来越小了？连一个大罗金仙修为的女鬼都让你小心翼翼了。你别忘了，半年前在城隍大比上，你准备杀她这个小人物的时候，她是什么修为？你说的对，她的修为绝对有猫腻。此女不简单，短短半年就从金仙境初期晋升为大罗金仙中后期，她的修为一定有古怪。义父，一定要杀死木无双这个女鬼修，她诡计多端，手段层出，还损失了这么多兄弟。此女有一件长钩神器，你要抢在太上王之前杀死她，夺取神器。好，要是为父抢得神器，你今日失职之罪，为父就不再追究，到时候为父还有重赏。海山王，你如此忌惮那个黄毛丫头，就由本店主去打前锋。既然如此，本店主便等着欣赏楚江王你的威风了。爹娘，我们会死吗？别怕，无双大人一定会救我们的。木无双，本店主给你一个机会，立刻滚出来跪下求饶，本店主就放着鬼修城的鬼修一条生路，否则本店主杀遍所有的鬼修。是无双大人！无双大人！无双大人又救了我们！无双大人竟然继承到了仙王境吗？木无双，你的成长速度超过了本店主的预料。当初本店主想杀死你就跟踩死蚂蚁一样轻松，不过现在你到了仙王境，在本店主面前也是一个死字。本店主乃是仙王境巅峰，你我之间相距的可不止一条鸿沟。本店主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只要你亲手杀死你座下的九头鸟并自裁，本店主就饶了鬼修城鬼修的性命，如何呀？楚江王，你好大的脸啊！来我木无双的地盘，还想要我自裁？你也太把你自己当根葱了吧！木无双，给脸不要脸！本店主当初就该一巴掌拍死你这个畜生！你一口一句狗胆畜生，除了这两句话，你就没有其他词了吗？词汇量少，就别学别人出来丢人现眼。牙尖嘴利，本店主今天一定将你碎尸万段！神器！海山王，你要跟老子抢？好啊，原来你一直等着的。是你跟我抢吧？木无双的神器是于红先发现的，本店主早就已经将这神功当成了囊中之物。楚江王，你要是识相就跟本店主让开，将来本店主换了好颜店，说不定也给你换个。可笑！神器能者居之，老子修为比你强大，这神器注定是老子的。哼，是吗？什么？你竟已经到了仙王境巅峰？你隐藏的够深的。不过老子也同样是仙王巅峰，你要从虎口夺食，也得自己掂量掂量。哈哈哈！楚江王，你靠睡女人的增长修为扎实吗？要是扎实，你还用得着闭关巩固？你这一身气势也就哄哄外人罢了。太子王，这黄毛丫头诡计多端，她定是故意引我们相斗，好少了一个对手。我们先一同杀死她，再讨论神器归属。也好，这丫头的确有古怪，我们一同出手，势必一击将她杀死，以免出现后顾之忧。哎，两个老狗说完了没有？给你们摆张桌子，让你们继续说行不行？你们还说下去，姑奶奶我都要睡着了。要打就打，不打就跪下求饶。姑奶奶说不定啊，还能饶你们两条老狗的狗命。楚江王，泰山王，你们自诩高高在上，没想到会有今天吧？早就跟你们说了，
跪地求饶，说不定姑奶奶还能饶了你2只老狗。唉，好好的机会都把握不住，我真替你们感到可惜。原来你早就算计好了，你是故意引我们一同对你出手，好狠毒的心计。这才是小手段呢，你们也太不忠诺了，令人失望啊。去死吧，楚江王！留了你这么长时间的命，是时候要回来了。你们想走？我只是奉命行事，并非有意来陷害鬼秀，还望姑娘高抬贵手，就当行善了。对你这种人行善，我还怕遭天谴呢。没错，他们魔修最喜欢作恶多端。不过木姑娘，我们妖修并非恶人，我与木姑娘你无冤无仇。姑娘要是看得上于某，于某可以给姑娘当谋士，当手下，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侯，你死不要脸，不说给他当小白脸呢？若是姑娘喜欢于某这张脸，于某就是当个小白脸也是乐意的。真无趣，你们把他们都解决了，楚江王和楚阳天的魔婴留着。没想到鬼修城竟然出了此等大事，竟然横空出世了一位如此强大的女鬼修。此女不除，我们冥界难以安宁啊！不如我们一同出手，将此女杀死，以绝后患。行啊，鬼修早该灭了，当初就该将他们全杀了。不过现在也不迟，我们联手3个仙王而已，挥手就灭了，正好剥皮给本店主当人皮灯笼。好，还是剥皮王最讲义气。宋帝王、血池王、天子王，你们意下如何？泰山王、楚江王已死，我们要接管他们的资源，那么这个仇自然要给他们报。没错，我们也不能白拿泰山王和楚江王的资源，替他们报仇是应该的。宋帝王、血池王，您2位怎么看呢？看来2位是不打算脏了贵手。既然如此，天子王、剥皮王，我们3人联手出动，也能将此人轻而易举地杀死。那是当然的，不过2个仙王境后期，1个仙王境初期罢了。泰山王与楚江王是中了奸计才死在了鬼修城，我们的修为全在巅峰境界，直接就能将他们碾碎。快去快回，我还有一张人皮面具没有完成。你们说的这么好听，还不是看上了那女鬼修的神器？我与大哥不去，我正好顺了你们的心思。血池王，神器嘛，没有人不想要，这是情理之中的。不过听闻鬼修城的那位女鬼修太过猖獗，杀死了很多妖修和魔修，再放任下去，威胁的就是我们的地位。我们这样做还不是为了冥界的安稳，你又何必这般嘲讽呢？就是，不去就不去，嘲讽个什么劲儿？你们要去就去，废话真多，磨磨唧唧跟个娘们似的。别多说了，我们走，免得那女修又布下什么阴谋。丑呀，哥哥，他真的好丑啊！怎么会有这么丑的东西啊？他是人吗？小柔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难看的人呢。他好恶心哦！哥哥，你快看，他还在滴血，好脏啊！
哥哥，他们要穿衣服羞脸。啊，哥哥，他在瞪我，好凶的眼睛啊！不过他真的太丑了，我要是这么丑，我肯定不会出门见人的。妹妹别怕，妹妹是天底下除了娘亲之外最漂亮的人，妹妹永远都不会变丑的。哥哥说的对，我才不会长得这么丑呢。丑就算了，他还不穿衣服，真是好恶心呢。该死的小东西！剥皮王别气了，你看这两个小东西长得精致漂亮，用来做你的人皮灯笼最合适不过了。哇，哥哥，原来他有眼睛呢，小柔儿还以为他长得不是眼睛呢。脸上长的不是眼睛是什么？小柔儿以为他没有眼睛，那黑黑的两条是用毛笔画上去的。也是，那么大的人了，还没有妹妹的眼睛一半大，他要不眯一下还真看不出来。待会儿本店主一定杀了他们两个小东西，送给剥皮王你做人皮灯笼。哥哥，什么是人皮灯笼啊？住手！变成王，走！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当我鬼修城无主吗？胆大包天，竟敢对我们动手！宋帝王、血池王，你们也看到了，那个女鬼修太猖獗了，我们都已经离开了，她竟然还对我们出手，连剥皮王都受了重伤。可恶，老子一定会杀了这个女鬼修！若再让此女强大下去，我们几大店主也会被她视为眼中钉的，绝不能让她拥有那么强的神器。你们若不是敌意满满的过去，她会上剥皮王吗？此女野心勃勃，总有一天她会杀尽我们十方炎帝。就算是我们刚才不杀她，她也会对我们产生杀心的。宋帝王、血池王，就算是为了我们冥界的安稳，绝对不能再留此女的性命。她若是联合电城王一起杀进来，定会生出大乱。此女不愁，我誓不为人。我一定会一寸一寸地割下她的皮肉，将她凌迟处死。我们杀回去，将电城王也一同杀死。如今秦广王闭关了200多年，根本无人能救他们。早点解决，少一个心头大患呢。还记得吗？当年秦广王说过什么？什么说过什么？你们这群蠢货！当年秦广王说过，4个甲子的时间，他必定破关而出。你们连这都忘了吗？秦广王应该出不了关吧？他当初都重伤垂死了，这才200多年，怎么可能出关呢？至少也得闭关500、600年吧。就算出关又如何？他肯定已经掉到了仙王境以下的修为，又有何惧？话不能这么说，秦广王这样妖孽人物，不能以常理度之。如果他真的出关了，修为还在仙尊境的话，我们若是动手杀鬼修，他必定会杀了我。不能再冒险了。电城王摆明了站在木无双那个女鬼修那，我们对他们动手，将来秦广王出关了，我们就没活路。不想死的这段时间就安静些，别跳来跳去，多学学第9殿的阿鼻王，低调做人才是正道，省得到时候连累了我们。血池王说的没错，到时间之前，先不要动手。没错，等到时候秦广王没有出关，我们再去杀那个片甲不留。今日多谢变成王了。娘亲，这是你的儿子和女儿？对，这是我的2个孩子。变成王看到我的孩子，似乎很惊讶。你女儿很像我的一个熟人。什么熟人？公主，太像了。你女儿和公主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冥界的无双公主是吗？你与公主是什么关系？冥王是我师父，公主是冥王的女儿。对，她是无双公主。你也叫无双，你还有9头鸟，你到底是谁？你觉得我是谁，我便是谁。第7殿殿主变成王在此，恭迎公主归位，公主鸿福齐天。快请起，变成王无需多礼。说是师尊知道公主能重回冥界，一定能安息了。
上回我不知公主身份，认公主为义女，乃为权宜之计，还望公主不要放在心上。无妨，我没有恢复前世记忆，对往事一无所知，有些事儿以后还得询问你。不知从前我是如何称呼你的？原来公主没有恢复前世记忆，难怪。我是师尊最小的徒弟，排行第9。公主以前叫我9师兄，不过因我不爱说话，公主爱叫我闷葫芦师兄。闷葫芦师兄，我从前是这样叫的吗？小师妹，小师妹，这一回师兄以后绝不会再让你受到一点伤害了。别哭了，闷葫芦叔叔，呼呼就不难受了哦。不是难受，是难受。难受，难受，难受。好吧，难受。不是叔叔，是伯伯才对。为什么？因为我比你娘亲大很多。闷葫芦伯伯。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小柔啊，我哥哥叫西西。小柔儿乖，西西你也好，这是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是什么呀？这是变成王的一番心意，就收着吧。多谢九师伯，我名玄熙。小师妹，小柔儿和玄熙的父亲是何人？也在冥界吗？他不在冥界，不过孩子的父亲，想必师兄你也认识。我认识。他姓龙。什么？凌天弟子？对，我爹爹就是凌天弟子。你和凌天弟子本就是一对，你没有前世记忆，也能和他重新相爱，说明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是凌天弟子是九幽仙帝之子，天宫可能会难以接纳你。我无需谁的接纳，和我在一起的是凌天弟子，又不是他的家人，我也没想过要去天宫，所以师兄不必担心。而且我暂时不会把我的身份示与外人，九幽仙帝不会知道我的存在的。小师妹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性子。其实我只听说过凌天弟子，却不曾见过他一次。从前他来过冥界几次，我都在闭关，只听各位师兄说他是一顶一的美男子，且天资妖孽。各位师兄虽不喜他，但也挑不出毛病来。他来冥界的第一次就受到了各位师兄的阻拦，要打赢师兄们，他才能进去找你。那第一次他没有见到小师妹你，因为他输在了大师兄的手下。大师兄是秦广王吗？是，我差点忘了。小师妹，你已经没有了前世记忆。大师兄是师尊收的第一个徒弟，也是师尊最得意的弟子。小师妹，你是第2个。在你还未遇到凌天弟子之前，师尊给你和大师兄定下了婚约。后来你也猜到了，你遇上了真命天子，和大师兄悔婚了。哇哦！秦广王好像受伤不轻，听说他已经闭关200多年了。大师兄当初已经几乎重伤垂死了。这么严重？当年冥界气运滔天，11条龙脉盘踞在地下，任谁都眼红。3大仙帝抽走了龙脉精气，龙脉才枯竭。但即便是枯竭，也还能带来气运。那些想要成为仙帝却没有大气运的仙尊，便把主意打到了冥界的头上。我资质太差，大师兄和剩下的几名师兄强行地令我闭了死关，不到时候我无法出关。等到我出关之时，几名师兄已经战死。大师兄奄奄一息，等我出关交代了几句，便闭了死关。师兄，你不必自责感伤，都已经过去了，以后冥界只会越来越好。是，有小师妹在，冥界肯定会越来越好。大师兄过段日子也要出关了，他如果知道小师妹你回来了，一定会很高兴的。秦广王要出关了吗？可你不是说他……大师兄说过，4个甲子后他就会出关，为的是震慑那些外来的店主。这也就是今日宋帝王等人不曾对我们出手的原因。大师兄当初境界从仙尊境巅峰下跌至仙王境，至少需要500-600年的时间才能够养好伤势，200多年就出关，伤势最多好了一半。如果宋帝王、血池王等人对他动手，恐怕会凶多吉少。那他就不能出关，他出关的话太危险了。大师兄说到做到，他一定会出关。我觉得他明知危险也要出关，是想和宋帝王等人拼死一搏，保冥界安宁。大师兄要是知道小师妹回来，他更会愿意舍弃他的性命，为你扫平障碍。我不会让他死的，他为冥界做的够多了，怎么还能让他再牺牲性命？就算要替我扫除障碍，也要在他伤好之后。大师兄伤了根本，
要养好伤，至少还需要300年的时间。现在冥界内忧外患，以大师兄的性格是不可能再养伤了。他伤了根本，连神药都救不了他了吗？神药？冥界早非当年。现在外界对我们冥界鬼修的态度，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3大先帝将我们冥界的名声败坏得一干二净，抹黑得很彻底。如今鬼修都不敢去冥界之外的地方。好像的确如此。其他界域对我们鬼修厌恶。我也曾去过神域雪山给大师兄求神药，但是艰苦求到神域，连天尊佛都见不到，就被他的首席弟子打了出来，更别说看到什么神药了。也是我修为太低，如果同师兄们一样是仙尊境界，也不至于这般惨淡，连一抹神药都求不到。师兄不必自责，神域雪山的神药本就难求，并非你修为不高的原因。你不用再担心大师兄的伤势问题，因为我有神药。怎么能不担心啊？等等，你说什么？小师妹，你有神药？我有，1株够不够？不够就2株。2株？2株还不够吗？大师兄的伤势竟这般严重，是伤到了神魂吗？那3株够不够？够，2株神药足够了，不用3株。你告诉我，他伤势主要在哪儿？我待会儿就能把神药给你，你给大师兄带过去。神药被封闭，若是贸然打开，冥界的强者势必能够感应得到。你最好亲自交给大师兄，布置数层结界才能打开，以免引起争抢。大师兄闭的是死关，我可能无法提前见到他。那现在离4甲子还有多久？还有半年不到。师兄把神药收好，届时你再交给大师兄，其余的事就交给我吧。明天弟子是否已归位？为何没有陪在你们母子3人的身边？他杀死了7药弟子，现在正假扮成7药弟子去见千星仙帝，想在我发现自己身份之前解决一些事情。什么？他胆子太大了，那可是先帝，先帝一眼就能看到虚妄。如果被先帝发现他杀死了7药弟子，还意图不轨，千星仙帝绝对不会对他手下留情。不行，不能让他去见千星仙帝。恐怕他已经快到妖都了。听说千星仙帝的2个女儿都几千岁了，他还不把她们嫁出去，这件事是真的吗？确有此事，千星仙帝不配为人父，否则我会为了一己之私，为了能控制妖界弟子，剥夺他2个女儿自己选择良配的权利。不行，如果千星仙帝要把他侄女嫁给皇叔，他就把妖都搅得一团糟。我要去妖都。你要去妖都？我能修炼妖祖功法，算是妖修，再易容一番，又有谁能认得出我来？先帝更不会关注到我这样一个小喽啰，不是吗？小师妹，师兄劝不了你什么，但是你要记住，师尊的仇现在还报不了。你若是去了妖都，千万不要冲动。我知道，我还有2个孩子要照顾，做什么事儿都会3思而后行的。我离开这段日子，毁修城修缮的事儿就交给师兄了。爹爹，你在哪儿呀？我是小柔儿，你有没有想我？我很想爹爹哦。哥哥和娘亲也好想爹爹。小柔儿想听爹爹唱歌、讲故事，还好想见到爹爹。爹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爹，可是爹爹都不能陪在小柔儿的身边。小柔儿想见爹爹的时候都见不到，一点也不好。小柔儿要和娘亲、爹爹哥哥去找爹爹。爹爹，我和娘亲哥哥一起来找你好不好？我们真的好想你哟。好，秀柔儿，爹爹不能让你们过来，等爹爹处理完一些事情，爹爹就去找你们好吗？不行，爹爹已经答应了，不能说话不算数。哥哥说过，男子汉大丈夫要一言九什么，不可能反悔的。爹爹一定是不爱我们了，所以不让我们来找爹爹。爹爹是不是要娶新的老婆了，所以不要我们了？爹爹不会娶新的老婆，更不会不要你们。你们是爹爹心目中最重要的人，无人能够取代。那爹爹的意思是让我们过来吗？好吧，你们过来吧。
小柔儿，让爹爹和你娘亲说说话。妹妹，让爹爹和娘亲说说话，我们立刻去收拾东西，准备去找爹爹了。我还要去收拾我的首饰盒呢。皇叔，小柔儿和西西都很想你了，他们闹着要找你。其实我也挺想你的。双儿，我也很想你，我会在妖都准备好等你们过来。不过你需要注意些。看起来皇叔应该不知道这是他的主意，他才不会让皇叔知道他是因为吃醋了要过去的呢。我知道了，皇叔，你现在在妖都如何？见到千星贤弟了吗？千星贤弟去了大夏皇朝一趟，还未归来。双儿无需担忧，我不会有危险，也不会让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因为我有儿有女，还有一个一生挚爱的女人，我还要与她过一辈子。妖都见，我要去收拾东西了。都老夫老妻了，他竟然还会因为听到皇叔的情话而脸红，好没出息啊！这个要带上，这个也要带上，哥哥还有这个。这套妹妹穿着很漂亮，也带上吧。好吧，听哥哥的。朱母，主子吩咐，让我们二人同您一道去妖都。你们二人都一起去吗？是，这是主子的意思。主子不放心您和小主子。好，那你们准备一下，半个时辰之后就动身出发吧。无双，你就放心去办你的事去吧。鬼修城交给老道我，你放心。这段时日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老道一定会替你把鬼修城打理得安安稳稳，让那些妖修魔修缩着脖子做人。你的能力我自是放心，有什么事你只管联系变城王就行。无双啊，你离开之前去城外看一眼吧。城外怎么了？当初你不是撒下了一些曼珠沙华的种子吗？后来啊，有鬼修把结出来的种子收集起来，撒在了护城河的周围。如今整条护城河上都种满了曼珠沙华，形成了一片红色的花海，十分壮丽。老道觉得你会喜欢。是吗？我去看看。娘亲，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爹爹？大概需要5日多的时间吧。我都迫不及待了呢。柔儿真聪明，还会用成语了。哥哥教小柔儿的。哇，漂亮！和娘亲空间里一样的花花，这里更多。雪姬，躲什么躲呢？当初你不是很威风的威胁我，会让楚江王杀死我吗？怎么，现在不想杀我，替你2个兄长报仇了？无双大人，您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我兄长作恶多端，是死有余辜，怎么能怪您呢？我早就没有想过要给他们报仇了。无双大人，您杀了他们，是为您除害，是替他们解脱。雪姬感激您还来不及呢。哦，感激我？那我刚才怎么感觉到你怨恨的杀意了呢？莫非你觉得你放出来的杀意，我堂堂一个仙王会感觉不到？无双大人，求您了，饶了我吧！我才金仙境界，怎么能威胁到您？您就当我是条狗，把我踢远了就是。不要杀我，别脏了您的手啊！放心，脏不了我的手。龙一，把这个魔女解决掉。先在这里休整几个时辰吧，你们去订几间上房。主母，属下去就好，让龙一在这里保护主母和小主子。龙一，我们就在前面茶楼里坐一会儿，你去帮我打探些消息回来。娘亲，爹爹不是说了婚事成不了，为什么你还要龙一叔叔去打探那个关于女人的消息，还要龙一叔叔打探的仔仔细细，连那睡觉磨不磨牙都要打探？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现在不懂，等你长大就懂了。娘亲，哥哥。柔儿，你醒了？待会儿娘亲带你去床上睡一会儿，给你布置结界，不让人吵到你，好不好？好。妹妹饿不饿？肚饿了。你们家的小姑娘真能吃啊，这么一大碗都能吃干净，不像我们家的，吃几口就吃不下了。能吃是福，
我真羡慕你们女儿胃口这么好。我不要吃了，一点都不好吃。我要吃对面的玄金糕。玄金糕听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哎。对啊，特别好吃。娘亲，小柔儿也想吃玄金糕吗？我去给妹妹买。这个味道有些古怪。我要吃玄金糕。不许吵。娘亲，要不然把小柔儿的玄金糕送给她吧。夫人，玄金糕买来了。玄金糕？你还是别让你女儿吃玄金糕了。你看看她像是从恶牢里放出的一样，家里的美味珍馐她一点都不吃，只吃这里的玄金糕。好好吃。你刚才已经吃完了一大碗燕灵鱼馄饨，再吃肚子就装不下了。可是娘亲，我还想吃，太好吃了，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了。你看吧，这玄金糕也太匪夷所思了，我也尝过，味道很一般，孩子们怎么这么喜欢吃呢？宝宝，把手指伸出来。不要。伸出来，娘亲就给你吃玄金糕。娘亲，好饱啊，肚肚怎么这么饱？西西，把玄金糕拿出来，看看妹妹还要不要吃。你刚才最喜欢吃玄金糕了，还要不要吃啊？才不要，太难吃了，我再也不要吃玄金糕了。丢掉吧。姑娘啊，你也帮我女儿放一下血吧，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女儿这样，我的心都在滴血啊。无妨，举手之劳。娘亲，我再也不要吃玄金糕了。今日真是多谢姑娘了，要不是你帮忙啊，我女儿不知道要上瘾上到什么时候去啊。不必客气，姑娘今日帮了这么大的忙，我真是感激不尽。我家明日宴请宾客，不如姑娘带着孩子明日去我家做客怎么样？敢问夫人家在何处？我夫家是文人家族。文人家族？原来夫人是文人家族的，真是久仰。你别叫我夫人，我姓林，你叫我一声林姐姐就好了。林姐姐，我有一件事有些好奇，你既然是文人家族的人，也注意到对面玄金糕有问题，为何不直接抓了这里人盘问清楚呢？现在文人家族上上下下都在准备山小姐的婚事，先帝发话要风风光光的让她出嫁，现在家族里哪里还有人分心出来处理这些小事啊？更何况这家点心斋是罗侯弟子的人开的。山小姐？是，就是被先帝带到西夏养大的山小姐。如今七瑶弟子已经成功晋升为仙尊，她和山小姐的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最近我们家族就在帮忙山小姐出嫁的事宜，明日宴会就是山小姐让办的，妖都有头有脸的女子都会参加，你就当来凑个热闹嘛。好一个喜事啊，这么热闹呢。林姐姐这么热情，我自当是要去的。早就听说文小姐大名了，明日我一定要看看文小姐瑕疵月韵才行。林姐姐还是快些带令爱回去吧，她年纪尚小，还需要好好休息一日。朱木，属下已经打探清楚了，文人家族很大，人多嘴杂，打探起来消息很方便。不过属下很好奇，朱木怎么突然想到关于文人言的事情？我方才见到了文人言的夫人林氏，恰好救了他女儿，他给我送了一张邀请帖。这张请帖是真的，看来朱母遇到的应该是文人言的夫人。那你给我说说，文人言在文人家族之中地位如何？文人言是文人家族的旁支，是下界飞升上来的，和文人里血脉不近。不过他资质优秀，在文人家颇受重视。颇受重视？既然在文人家族之中颇受重视，他女儿这件事为什么不出面？罗侯弟子手下的人开了一个糕点斋罢了，又不是罗侯弟子开的，罗侯弟子也应该给他文人家族面子啊。朱母，那个糕点斋其实就是罗侯弟子开的，而这些糕点斋在妖界还有几十家，在别的城池也有很多家，糕点价格极贵。就是罗侯弟子为了敛财，不光是罗侯弟子，
连文人凌烟也参与了进来，所以文人言和他的夫人林氏不敢出面。文人凌烟又是谁？文人凌言就是千星先帝的小女儿，千星先帝将她许配给了罗侯弟子。千星先帝的另一个大女儿名为文人凌婉。千星先帝的2个女儿不是很排斥这种婚事吗？罗侯弟子和文人凌烟现在关系很亲近。罗侯弟子此人能说会道，油嘴滑舌，文人凌烟的态度改变也是情理之中。